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其战略决策对国际格局影响深远。然而近年来，美国因不同政策导向，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或者说对国际局势的一连串错误判断，导致美国一步步跌落神坛。其中将宝压在印度身上，试图通过印度制衡中国，堪称美国第二大战略失误。那么，印度如何与美国的想法背道而驰？对印度的误判又如何成为美国衰落的加速器？要想了解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判断，还要从两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关系入手。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美国与印度的关系经历了复杂而多变的历程。这段关系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关键阶段，反映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双方利益的调整。第一阶段，冷战初期。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受到其全球遏制苏联战略的影响，印度采取了不结盟政策，试图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美国则浅尝辄止拉拢印度，对印度提供了经济援助，但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如通过第4点计划和粮食换和平计划帮助印度。两国关系并未实质上成为友邦，距离盟友更是相去甚远。第二阶段，中印边境冲突时期。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美印关系迎来首次显著升温。尽管美国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对印度提供了额外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标志着美国在中印之间选择了后者，这让印度政府瞬间提升了不少对西方世界的好感。进入70年代，来到美印关系第3阶段。在70年代，尤其是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出现了紧张。美国支持巴基斯坦，而印度也选择更偏向于苏联。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倾斜巴基斯坦政策的出台，导致了美印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也是美印建交以来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次关系走下坡路。第4阶段，冷战后期至苏联解体。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再度迎来转折，美印彻底朝着同盟方向发展下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与印度的关系，印度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制度成为吸引美国兴趣的因素。美国开始更加积极地接触印度，寻求在南亚地区的平衡。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美印关系显著提升。2005年，布什政府与印度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突破。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由于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包括军事合作、反恐合作以及经济领域的合作。后续的特朗普、拜登政府继续推进与印度的紧密合作，将印度视为印太战略的关键伙伴。双方在国防、经济、科技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再到当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印度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其地位日益凸显。美印合作在军事演习、情报分享、高科技转让以及应对地区挑战等方面不断深化。两国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上有着广泛的共识。而让两国关系持续密切，或者说让美国下定决心对印度展开扶持的重要原因，自然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美国人迫切地想要在亚洲扶植出一股力量，限制中国的发展，以维系自身霸权地位。而美国人选择的对象正是印度。只可惜从结果来看，这成了美国政府一大战略误判。因为印度很明显无法充当那个阻碍中国发展、帮助美国维持巅峰的角色。美国对印度的第一点误判在于，美认为印度短时间内肯定能成长为一股足以抗衡中国的力量，这一点与印度人自己所谓的大国梦如出一辙，同样的不切实际，同样的好高骛远。印度大国梦始于尼赫鲁时期，而后被历届政府不断强调、宣扬，逐渐成为印度发展战略中不可磨灭的烙印，更是几代印度人矢志不渝的梦想。有声有色的大国，有影响力的大国，有知名度的大国，提高政治地位，增加在国际舞台话语权，多次申请加入五常，以上种种口号与行动，无不是印度追求大国梦的实际体现。而美国人也屡屡在后方摇旗呐喊助威，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与支持，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在亚太为中国塑造出一尊强敌。但这件事的结果也很明显，美国人的算盘落空了，印度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复刻中国的道路，走向崛起。目前，印度距离崛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印度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其发展进程受到了一系列制约因素影响。单单人口与资源矛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印度人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山。截至2023年底，印度人口已经来到了14.29亿。庞大的人口基数给印度带来一定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对资源分配构成了巨大挑战。
以水资源为例，印度虽然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3，过度使用与污染导致水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严重。再比如印度教育与工作资源，据印度统计局数据，2021年印度青年15至29岁失业率高达 24.2%， 远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青年失业问题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同时也反映了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匹配。印度虽然拥有庞大的青年劳动力，但教育质量与技能培养的不足，导致就业市场与劳动力需求脱节。印度 IT 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对技能要求高，而大部分青年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训，导致就业机会受限。除了难以调和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印度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其落伍，也注定了印度短期内难以崛起。交通方面，印度的物流成本占 GDP 的 14.4%， 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昂的物流成本与低效的交通网络阻碍了商品流通，影响了印度的出口竞争力和国内市场的整合。通讯设施方面，虽然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移动市场之一，但宽带普及率低。2021年，印度的宽带普及率仅为 13.4%。通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限制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影响了教育、医疗等服务的数字化进程，同时也制约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印度没能如美国人所期望的那般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阻碍。甚至于稍稍有所发展的印度，还反过来成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曾将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棋子，积极推动美印关系，希望印度能在亚洲发挥更大影响力。然而，随着印度实力的增强，其战略自主性也日益凸显，不愿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印度在国际战略上的独立自主性，在其外交政策、军事采购、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比如，在俄乌战争背景下，从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导弹系统。尽管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多项制裁，印度仍然决定从俄罗斯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一决定不仅反映了印度对国防自主的重视，也显示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独立决策的立场。即使面临潜在的美国制裁威胁，也未改变。再比如，与伊朗长期石油合作，印度与伊朗保持着长期的能源合作，即使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情况下，印度也寻求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途径。通过使用印度卢比结算等方法，保持了与伊朗的能源交易，这体现了印度在能源安全上的独立考虑。另外，印度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也积极参与多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就连最敏感的中印关系，印度也坚持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问题，而非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战略。以上行为无不是印度试图摆脱美国掌控的表现，这让美国人大为恼火。因为印度政府的选择不光打了美国人的脸，更切实危害到了美国的利益。印度的崛起与自主促使了亚洲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变化，让美国的单边主义策略在多极化世界中逐渐失势。在亚洲，美国的领导力受到印度、中国等国挑战，使得美国难以单方面主导地区事务，多边主义成为趋势。放眼全球，美国对印度的误判加速了全球力量格局的重塑。亚洲国家更加注重区域合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相对减弱。总体看来，美国对印度的战略误判不仅削弱了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也加速了其全球领导力的衰落。当初试图扶持印度对抗中国的计划，到头来终究成了加速自身衰落的引擎。美国人的行为生动诠释了何为偷鸡不成蚀把米。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曾在他的个人回忆录里表现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13年前，人们就发现了美国很难与中国展开公平的竞争。那么，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究竟做出了哪些动作呢？奥巴马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下去呢？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动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许到了今天，很多人都忘了奥巴马曾经为打压中国所做出的一些努力，但这些战略依然对当今的美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曾经希望构建起一套涵盖太平洋周边所有国家贸易框架，这套体系不仅涵盖了美国、日本，甚至还涵盖了秘鲁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却唯独没有向中国申请加入这套贸易框架的橄榄枝，其用意可谓是昭然若揭了。美国就是想利用这套新的贸易框架，将中国隔绝在世界市场之外，并借此手段令中国的经济逐步衰退。
但有意思的是，美国每4年就要举行一次总统大选，而到了大选年，美国政府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着大选本身来开展。当奥巴马正准备对中国展开打压的时候，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却突然如期而至。虽然奥巴马本人已经没有了竞选总统的压力，但他还是需要同民主党内部的各位同僚进行协调和沟通，尽力保证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入驻白宫。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特朗普宛如一匹政治黑马，异军突起，直接打乱了奥巴马主导的反华战略。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之后，中美两国的全面贸易对抗也拉开了帷幕。自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就对中国扔出了几乎涵盖全方位的打压措施，从大数据运算到通讯技术，再到半导体制成，美国将能够针对中国的招数都使了个遍。但最终，中国还是从美国的围堵和打压当中挺了过来。中国不但挺了过来，反而还让自身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令美国政商各界都始料未及的结果。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令美国不敢忽视的庞然大物，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也已经令美国无法肆无忌惮地打压中国了。不管如今某些美国政客对中国释放出怎样强硬的态度，他们都无法让中美两国彻底摆脱经济层面上的联系，因为双方经济脱钩的结果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美国在这一轮对抗当中明显处于下风。其实，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奥巴马早在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预料到了。但即便是身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无力改变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奥巴马撰写的回忆录《应许之地》当中，他就曾经坦言道：13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根本无法同中国公平竞争。2020年11月，奥巴马的政治回忆录《应许之地》正式与公众见面。在这本回忆录当中，奥巴马详细地阐述了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一些白宫内部的秘闻趣事。同时，奥巴马也在自己的这本回忆录当中阐述了他对于美国政府某些政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对于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态度和一些观点。奥巴马在回忆录当中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当初克林顿邀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一个贫穷的中国对于美国产生的威胁远比一个富裕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大得多。奥巴马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年里接连不断地使本国的贫困人口进入现代化的工业生活，才让很多美国企业拥有了在中国市场持续发展的机会。比如，曾经在中国被视作奢侈品的电脑，在如今却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大学生上学时的标配。许多美国企业从中美两国的贸易当中都获得不少的利润。不得不说，奥巴马的这种评价和看法还是相对较为公正和客观的。或许是因为他不用再参加美国的政治竞选了，作为一个闲人，他也终于能够说一些实话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奥巴马居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早在13年前，人们就意识到美国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因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的高新科技产业，而将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对外转移到了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这就造成了美国社会内部制造业空心化的现实。在美国经济数据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的那几年当中，制造业空心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还能够被掩盖一部分。但是到了今天，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问题，已经令很多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民众不堪重负了。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美国政治版图的撕裂。如今，生活在密西西比州的失业工人很难理解加州和纽约州那些富裕家庭的生活和政治观点。在他们看来，自己仿佛和纽约市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不同的世界。一个如此撕裂和孱弱的美国是根本无法同中国进行一场公平竞赛的，所以美国在面对中国时，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出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妄图获得一时的领先地位。可一旦美国的某些企业和政客在对华交往时对某些措施产生了路径依赖，那么美国就相当于进一步失去了与中国公平博弈的能力。这种状况只会让美国的国力加速流失，甚至让美国逐渐走向衰亡。众所周知，资本总是逐利的，面对成本更低的生产模式，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企业自然会趋之若鹜。而当美国将本国的制造业企业集体迁出之后，这些企业也很难再回到美国国内了。曾经的美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碾压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今天世界工厂的名号已经被转移到了中国的头上，而美国的手中只是攥着一些看起来利润最高的高新科技产业与金融业。这些产业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失去了制造业的美国根本无法同中国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因为基础工业品对于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刚需消费品，就连美国社会中的底层居民和蓝领工人也不例外。但美国自身恰恰没有大规模生产这些基础工业品的能力，这也使得美国根本无法摆脱向中国进口基础工业品的局面。尽管目前的美国政府对进口自中国的多个类型的产品都加征了高额的关税，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对空输出而已。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非常聪明地将自家的生产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今美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基础工业品。不管美国政府如何对中国的企业和产品发起制裁措施，他们都承受不起中美两国实现经济脱钩的代价。因为失去了制造业的美国根本无法同中国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到了现在，美国甚至只能通过一些虚空造牌的手段，试图利用国内法来对中国企业进行长臂管辖。但中国早就已经不是100多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了，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接受美国施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公平贸易条款，我们也完全有权利决定未来我国采取的贸易政策。当初是美国执意将中国排除在主流的市场体系之外，也许当初的美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反过来利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掐美国的脖子。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甚至还会感到束手无策。其实，无论是万斯还是奥巴马，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看见了中美博弈这盘棋局当中美国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他们又似乎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局势，因为一切都已经发展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一切的结果都是由美国人一手造成的。事情发展到现在，某些美国政客还试图将责任甩锅给中国，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自欺欺人，对美国自身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当然，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为了与美国竞争，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位置发起挑战。如果有可能的话，未来的中国也愿意与美国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这个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可是，如果美国国内的某些人依然要保持着冷战时期的旧思维，试图在未来的博弈和竞争当中与中国斗个你死我活，那么我们也只能拿出应对敌人的架势，与这些不怀好意的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了。